进去了，进去了。你亲眼看见他们俩进了茶院？我问过扫地的，就是那2个人。奇怪了，他们不是回仁华了吗？跑到延州做什么？杨大春、杨二春争家产案。杨大春虽非亲生，但侍奉父母，至敬至孝，不曾懈怠，与亲子合议。老人病亡，家产何该均分？杨二春诉状驳回。下一案。这写的是什么鬼东西？一看就是出自壮士之手。拿腔作调，虚张声势，1分是渲染成5分，想在我这里讨得便宜，休想！驳回。哎，这可是周三 T 写的呀！这帮壮士只会起灭词讼，挑唆纷争，唯恐天下不乱，本官最为厌恶。退下。下一案。怎么办呀，老帅？这庄先生写的他看不上呀。我还带着之前那版调针，黄知府改的那个。庄先生说这个写的不行啊，他写的这个都看不上，怎么能看得上这个呀？怎么还不退下？哎呀，司马当活马医。刘玄啊，主公，我们刚才交错调陈了，其实是这一版。你们2位，随我来。你们这个调陈写的有意思啊，看里面分明是2个人的手笔，一个主笔，一个改动。您可真是目光如炬啊！这主笔之人呢，就是我兄弟帅家墨。哦，至于这改动之人，他就是你们黄宁道黄知府对吧？你怎么猜出来的？我与皇兄虽非同年，但皇兄是监察御史外放的人。我刚仔细听了你们讲述合议的前后，黄知府也有他的难处啊，不得已才要找外力支持。那您还接这个提告吗？本官巡按奉兴各地，就是为了纠正地方弊端。这关于人丁思捐的调陈，情理昭然，正在本官的职权范围之内。如若不接，便有渎职之嫌。这个案子，察院正式接下。所以我什么时候能去其他7个县的价格库查阅文卷？什么？我这兄弟舌头有点直。是这样的，我们之前合议的时候呢，老帅提出过去其他几个县的价格库查阅，但是被拦下来了。其实这事儿很简单，黄知府只要去几个县看一看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我若要求他们打开，他们无权阻拦。所以我们什么时候调抓文卷？待本官把延州府的事情处理完，咱们即刻动身巡案金安。太好了！你们不知道黄知府多么的用心良苦，他怕我不接这个案子，特地附了这份底报在调陈下面。啊？我还以为这底报是不小心粘在底下的呢。你们2个傻子，不光没有看懂，竟然还去找了一个不入流的壮师写那种破状子，差一点儿就枉费了黄知府的一片苦心啊！认真看看，若悟得出，一切都明了；若悟不出，说什么也没有用。你们可以走了，本官还有别的公务要忙。走。哎，还有个问题，我想不明白。这个案子如果赢了，对你们2位没有任何好处；可要是输了，2位会身败名裂的。这样出力不讨好的事情，如此热心奔走，一定是还有别的隐情吧？这事跟我没关系，我就是跟老帅结伴同行的。那你呢？数字是错的，就应该得到纠正。
有什么不对吗？老帅，我就是没想明白这底报到底有什么玄机呀？怎么了？那个刘勋啊，一看这底报什么都明白了，就跟打哑谜似的。这很重要吗？有时候我是真羡慕你这天真浪漫。你想想啊，之前刘轩安问你，说你为什么要干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儿？庄三弟问过你吧？程仁清问过你吧？哎，黄知府和那几个知县是不是都问过你？可我的答案都是一样的。重要的不是你的回答，而是人人都觉得你挑动这件事儿，一定有其他的好处。可是我并没有啊。那可不代表别人没有啊。你想想啊，围绕这思娟案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目的。大哥，这两个家伙可真狡猾，居然跟着官教走，这让咱们怎么动手？官教出行一般不许平民跟随。这官教里坐的谁？不是延州府的官，好像是叫什么巡按御史。巡按御史啊，这条路是去金安的，对吧？对。糟了，你们继续跟着，我先走一步。巡按，于途来了。这里是金安的什么地方？啊，是兰溪县，到县城也就20多里。兰溪建德，我知道了。今天我们就不在这里停留了，一会儿脚程快一点，到了兰溪县再休息。兰溪好呀，兰溪住着舒服呀，而且从兰溪回仁华，好像就1日路程。我们暂时不去仁华了。啊？那我们去哪儿啊？就把巡按察院设在兰溪县，就地审理。那还得跟黄知府还有毛知县知会一声吧。如果提前知会，他们事先串联，还能有什么效果？喝完水，即可启程。我是陆飞龙，快开门！原来是陆大爷，按规矩夜里不能上开城门。我有急事要回家饭老。实在不行，我把您吊上来吧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哎呀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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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开！真好！好！太好了！毛知县可谓是深得刀法的精髓呀。这大明几百个县令，论这理政手段，本官未必上乘。要说这搏击技能，本官可进一甲之列啊！毛知县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啊！大胆！何人敢占据县衙作乱？毛知县，你这身装扮，以为要去投军了呢？关你何事啊？你是哪个？我是凤兴巡按御史刘景。巡按御史。不可能！本官并未收到巡按要来本县的牌票。牌票已经送去仁华县了。本官是临时起意，要在兰溪设察院。毛知县若是不信，我这里有官印、圣旨，还有督察院的文书，你尽可来验证。验就验。嘿，还真是啊！哎，刘玄，你这人做事太不地道，哪有不告而来搞突然袭击的呀？哪还有半点巡按的样子啊？毛知县，你这身武人装扮，也不像个知县。啊，哎，我这是晨练的装扮，不知你要来。
待我回去换换，再来与刘巡案议师。恭候。毛知县，毛知县，哎呀，毛知县，哎呀，有话就说，没看本官正在忙着呢吗？有人看到帅家墨了，跟那个刘巡安一起来的。他二人何时走到一起的？我这小人我就不知道了呀。去，马上到朱可村，把那个程仁清给我找来。哦，明白。去。哎。刘巡案，奉天子之命，本官巡按凤兴11府，今欲在揽溪县设置巡按察院，调刷文卷，监理词讼。既是圣上之意，本官自当全力配合。很好，毛知县，请起。本官手里现在就有一桩案子。莫不是帅家墨提告的人丁丝绢案？这毛知县不光武功了得，连算卦也懂。这件事情牵扯到国家税赋，兹事体大，您可要想清楚了。来，这两个小贼！帅家墨主张，人丁丝绢税3530两，乃是100年前协饷挪移所致，本应由8县均摊，成化16年之后，却只由仁华县独担。帅家墨，你说是有凭据的？是。只要查一查揽溪县的价格库，看看成化11年至成化16年的税赋账册，便可真相大白。你说查就查，贵姓啊？兴帅，现在是本官查案，徐耀凯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的是朝廷之命。本官奉旨巡按凤兴，最重要的一项职责，就是调刷文卷。凤兴11府所有的文书卷宗，本官都要一一查看。你们揽溪县，凭什么就能例外？毛知县，你3番5次退位，莫不是真有什么隐情？再做阻拦，本官定要参你一本。请。本官就在这里坐镇，看看谁敢阻挠刷卷。这2位书手是我惯用的心腹，也借给你用。你估计要多久可以完成？3日之内。不是你怎么来了？我就是揽溪人，为何来不得啊？为什么如此不友善呢？上次如果没有我提点的话，帅家墨现在应该是被发配到了千里之外了吧？上次的提点，谢谢啊。你既然来了揽溪呢，不如我就尽尽地主之谊，给你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坐坐，如何呀？我这还看着猫呢，快走吧。就这个门啊，出去之后往东走上100步，便有一个蓝方阁，
里边的酒水啊、丝竹啊，那真的是一等一的好。哎，尤其有一道樱桃烙雪饮，消暑止渴，出了兰溪啊，便再也没地方能吃得到了。风公子，你看帅家墨这事儿呢，一时半会儿他也办不完。同样是等，为何不去兰芳阁等啊？吃过饭之后，喝着小酒，听着小曲儿，我还有2个红颜知己，他们又很擅长。哎呀，不去！花言巧语，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思？可惜我这2个红颜知己打牌九的技巧呢。算了，不勉强了，走了。陈枪，风公子，开牌开牌！我来帮你开。我来。哎，这边我来。哎呦，你输了。风公子好手气。风公子啊，不妨在兰溪多待几天啊，还有几个好地方值得一去的。我这待多久吧，还得看老帅这盘账的速度。敬您怕什么？让他自去查，我们自去快活。这帅家墨呢，他也不是个有心机的人，不会嫉妒你。老帅肯定是没心机，不过这刘巡案吧，我看还是算了吧，别误了老帅的事。这刘巡案一看就是嫉恶如仇，做事又很麻利，应该是个不错的能力啊。办事麻利啊，确实明知识规。不过这嫉恶如仇吧，我看未必。他接这个案子吧，肯定有他自己的心思。怎么看出来的呀？我们这个提告之前在延州府那是被驳回来的，后来我们又换了一个条陈。这个刘巡啊，一看到新条陈后面的底报，态度全都变了。底报，要是没有这页底报，他绝对不会接这个案子。那个底报，我这么翻来覆去的这么看，我也没看出来个明白。底报是什么呀？见识少了吧？看看啊，这就是底报。这个底报啊，它讲的都是国家大事儿。这每个省每个月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它全都在那个。还有那个陈仁清，给我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总来炸我！呸！你说说你啊，这底报抢不来看，你又看不清楚，干什么吃的？哎呀，毛知县，你着什么急呀？我虽然没有看到内容，但却抢在一瞬间扫到了底报一角的日期页码，是本年4月招。范老久在中书，这底报上可有什么玄机？我看看。闽地搞清账，哎，这是闽地的事啊，跟咱们这边有什么关系啊？继续看。哦，好。看看。毛知县，尹田。这上面说，闽地的大户一直在把田地改为不必纳税的尹田。这最严重的县，一县之内有6成皆为尹田，只有4成负责承担税负。朝廷搞清账，自然是要把这些尹田给拓出来，增加税负。当今朝廷谁能做主啊？当今圣上年幼，自然是李太后垂帘内政，张首府辅弼于外。张首府素有大志啊，只怕这闽地是张首府在试试人。哎，你们看啊，这上边还写到，闽地布政使说，闽人以为变，这就说明事年已成。这张首府下一步很有可能要在全国搞清账啊。咱们奉行富庶，恐怕首当其冲啊。不止吧？那他是为了钱财？不是，张首府最需要的是一个典型。郑杰，
咱们这边的情况要比闽地复杂得多。张首府最需要的是一个地方上能配合中枢的案子，将来再推行的话，就可以减少很多的阻力。这刘询案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，他让那2个书手陪同帅家墨，不是为了帮他，而是要暗中调查本县的鱼鳞图册呀。这个刘询案还真是敏锐啊！他看到底报上说闽地已经完成了清账，就想到了张首府要立刻推行。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一位年轻的巡案御史可以先首府之忧而忧，在咱们奉行率先的搞起清账来，他岂不是立了一个大大的头功？可是我还是不明白，这人丁思捐税和清账又有何关系啊？人丁思捐税的关键是什么？税赋不均。那帅家墨天天把这话挂在嘴边，我听得耳朵都要长茧子了。税赋不均就要重新分配，想要重新分配，就得按各县的体量来重新分配比例。估算体量，自然要把这田地重新清账。刘景的心思在这里呀。兹事体大，应该徐图缓之，快了则会生变。是啊，咱们晋安乃至奉新，有多少士绅？这名下又有多少土地？哪些是合法买卖？哪些又是巧取豪夺？这刘景查得过来吗？这得闹出多大的动静啊！做成此事呢，刘景必定大受首府青睐。至于我们金安，他好还是坏，与他有何损失呢？这等小人，为了自己的仕途，不惜搅乱义府之稳定，不如一刀斩之。这也许是刚刚开始吧。反正在我兰溪不能得逞，否则后患无穷啊！落轿，押轿。久闻诸葛八卦村深得布阵之妙，今得亲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啊！不想这区区村落竟蕴藏如此的气象。这诸葛村虽四时而变，光线一转，景色各有不同，尤为垂暮之时为最佳。徐安大人莅临兰溪，这诸葛垂暮之景一定要赏一赏。不错。落日余晖斜洒八阵图上，如观武侯晚年心境啊！这诸葛垂暮一语双关，实在是巧妙。诸葛一生鞠躬尽瘁，只为忠君一诺，克服中原，是我等之楷模。范老乃官场前辈，当年威名赫赫，今承蒙教诲，不胜感激。不敢。那宴席早已备好，我看不如这就前往啊，席上慢慢聊。这宴席是兰溪县出钱，还是您个人出钱？徐安大人，小老和当地的乡绅略表心意，就不让官府破费了，请您放心啊，请。帅先生，用膳了。
范老问，酒宴置办好了没？自然是置办好了。范老说了，刘玄案不耗财，我安排了别的。聪明。一会儿你不要走远，可能随时会叫你。一会儿我不在席上。当然不在。宝玉呢？证据找到了吗？没有，是没找到啊，还是没说出去？没说出去。我喜欢跟诚实人聊天，不费脑子。哎，证据给我，我就把冯宝玉放了。我差点就算完了，不过揽西县价格库的正税簿子上还有记录。别跟我扯这些，我听不懂。就是说，这些只是抄件，原件我都放回去了。宝玉，你快把他放了呀！你答应我的。你怎么能听陆飞龙的话呢？刘询案莅临揽西，蓬荜生辉，我等要尽地主之谊。如果招待不周，还望海涵。哪里话？范老蒙天子御赐，县台乡贤牌匾，又以奉职大夫荣退，应该本官先敬您才对。请。老帅，你真是个笨蛋！不是，你怎么能信那个陆飞龙的话呢？你拿到玉，你就赶紧去给刘询，你起码还能活呀！我死就死了，反正我也就是个纨绔。这些原件要是烧没了，以后就更没人算得出来了。这都什么时候，你怎么还在想这个？这些人年事已高，远离宦海。不过在朝廷当中，还有那么几位故旧。如果您要需要帮衬，尽管吩咐。其实说实话，君子群而不党，只要以忠事君，便可以问心无愧了。君子群而不党，那何人党而不群呐？当然是那些只为了一己之利而罔顾朝廷难处的人啊！啊！先找出口，找出口！快！醒醒！那有板凳。
县，不好了！何事慌张啊？毛知县，兰溪县城走水了。何处走水？是价格库。啊！哼，这走水走的可真是时候啊！是烧给谁看的？刘巡安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觉得这火真通人性吗？让他什么时候起就什么时候起，让他烧何处他就烧何处。毛知县，毛知县，何事啊？刚刚得知帅家莫、风马玉二人留在价格库中，如今生死不知。啊！真是岂有此理！倒要看看这兰溪县还是不是大明的天下！遮住我眼睛，却如此近，无意识心，赋予你生命，是非纠缠，总能寻踪影。谁能看得清？是纷争也会指引，用偏颇的真理，凝视野兽瞳孔，撕裂我的痛，束手变苍穹。杜撰一颗心，平庸执迷。穿过这恐惧，灵魂躯体生于天归于地，就像成为传奇，不被传记，就算死于换季，不熟悉的传奇的河，就算10年500个繁华的报表黄色，又会变到那天也许又被转移了，可以去可以体谅。先被惊吓，狂日之下还无限剂量，天气冰架，64年反复不下60次，新人厌倦的字，思路卷卷。谁能看得清万物的原生？陷入前尘浮云，幻化日月长空，也会指引，用偏颇的真理，凝视野兽瞳孔，撕裂我的痛，束手变苍穹，为世界重生。